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赵丽颖揭露张碧晨被偏见的内幕，提醒所有歌手注意事项；又掀起一阵搜索热潮。一首歌的身份让张碧晨跟汪苏泷争得满脸通红，面子差点没了。事情的来头得从那个叫望子小乔的大网红说起。这段时间他争议一直挺大的，整场演唱会都戴着面罩，号称是为了保护隐私。线下购票吗？就是看个人喜好。就这票还分等级，有的还贵的跟一线明星唱得票差不多。一心想着两方面，既想要又想得到，大家心里都有个衡量的标准，谁都不是钱多到被人随意糊弄的傻瓜。他靠翻唱崭露头角，可对歌曲的版权问题可就马马虎虎，反反复复强调年轮的原唱是张碧晨，似乎对此挺坚持的样子。他这么一坚持，汪苏泷家可是顿时闹得沸沸扬扬。汪苏泷的年轮版权明明写得清清楚楚，是摆在那儿的书面证据，怎么就被人轻易地说成归张碧晨所有了呢？其实说白了，就是个网红一句话惹出来的小麻烦。不理会的话，事情就会慢慢淡下来。要追溯的话，他早在4年前就站在张碧晨那边，还历次强调过这点。要把事情处理好，其实挺简单的，只要张碧晨和汪苏泷一搭档，就能把这活动里的纷争压得死死的，大家又能和和睦睦的合作，一起赚好点钱，真是这行里的父母辈角色。没想到汪苏泷先一步掀了桌子，一份声明明确表明将停止所有除了他之外的演唱授权，断绝相关合作，但特别强调年轮是由双原唱演的，既能平息不断发酵的争论，又给了张碧晨一个台阶。没想到张碧晨那倔脾气又爆发了，非得搞清楚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原唱，甚至深夜加班搜集了一堆证据来证明自己。其实没有人在意这事，大家都觉得是吃的跟厨子抢饭吃似的。甄嬛让静妃照顾胧月，人家还真以为胧月是静妃生的呢。那几页纸看得满满当当的，全是他的自尊心罢了。风向明显变了，张碧晨依旧死撑着，坚持自己拥有年轮永久演唱权。不过转个画风，话里似乎在暗示，能唱是我不唱了。他演的这出戏没人买账，反倒挨了一顿狠喷。我在 KTV 唱任何歌，反正也都还能一直唱下去。张碧晨的李在这首歌是他唱火的，亲妈跟养母根本没啥区别。不过要是真碰到正事儿 ，Tax， 他唱的那个年轮版本也算是借助花千骨火起来的，实际上还是剧配着歌在走。这10年里，张碧晨一直把年轮这首歌拿来随时唱，汪苏泷对他也是免了版权费的。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也挺不错的啦。他嘴里总说她是唯一的仙女，他也不忘称呼她为仙子，彼此之间的夸奖话语都能随口就来。1年前还手牵手一起唱歌，当一个圈圈年轮的旋律响起时，比歌还要热烈的正是他们之间的友情。不过10年的友情走到这步，反倒让双方都吃了苦头。汪苏泷曾经提过，他跟朋友之间很少动怒，就算被人背叛了，联系方式还是会留着。这次他似乎突然变得脾气挺拔了不少，就算被骂得把路越走越窄，自己依旧站在理的那一边，不斤斤计较算是大度，要是计较也毫无不妥，都是讲得过去。可能是因为事业飞跃带来的自信，一反击就赢得了体面又彻底，算是底气十足了。面对外面的喧嚣，汪苏泷在那晚的深圳演唱会里直接唱起了年轮。他还用谐音的一句深圳不怕影子斜，表明自己身正气正。也许很多人都没揣摩透张碧晨那句认死理的意思，
丢了那一首代表作，结果不仅跟观众缘没打好，还得罪了汪苏泷。人家手里还攥着他那另外2首歌的生命线，明明都是同舟共济的伙伴，偏偏还要互相拆台，真是没必要啦。虽然有一副好嗓子，但缺乏创作才华，本来就到处碰壁，难免给自己添堵。眼下手里拿着歌曲的租赁合同，竟然敢跟不动产权证硬碰硬，搞得这么尴尬，以后谁还敢放心把歌交给他唱？一时冲动，埋下了麻烦的根源。令人心里一震的那句话，就是张碧晨竟然连唱歌都得去负刘子。和华晨宇那段关系，怎么也忘不了，每次聊起，总让人觉得不太光彩。当时男方还没结婚，女方也没出嫁，俩人擦出点火花，这事儿再正常不过啦。可感情没走稳，竟然偷偷带着别人家的孩子去生了，还突然带着孩子来找爹，结果一激动把华晨宇给吓了一跳，现场也把网络炸了锅。这么戏剧性、精彩绝伦的剧情，被张碧晨包装成梦想，除了当歌手，还要和深爱的人一起拥有一个孩子。他试图把华晨宇甩得干干净净，还努力塑造自己是个坚强母亲的形象，打算把那件丑事藏起来，费尽心思编织成一段体面的美谈。那些招数虽然巧，却没想到被网友识破，结果2个人的声誉都没保住。一个纯洁的人设根本立不起，时不时就被人戳出软肋；另一个一直甩不掉靠孩子圈钱、靠孩子绑住男方的流言蜚语。不管是偷偷生孩子这事儿，还是现在跟汪苏泷抢原唱，别人都搞不懂张碧晨脑袋里在想啥。老话说，物以类聚，人靠群分。赵丽颖一向全凭性子来，因此她看得挺清楚张碧晨，他就是那么坦率、真诚，只不过对音乐有着自己纯粹的热情和追求，简单得很。其实，在别人看来，他总给人一种太过头的感觉。本来直率变成了毫无顾忌的鲁莽，真诚变成了不在乎脸面的冒犯。所谓的热爱和追求，也从来不考虑他人一点感受。也许《年轮》这首歌对张碧晨来说意义非凡，情感非常深厚，所以非要争出个结果，就像养育了10年的孩子被硬生生割断一样，虽然得不到，但也要争个名分在手。虽然原唱或双原唱都算，不过张碧晨依旧有他自己的一套风格，汪苏泷也依然保持着他那独特的韵味。真正的佳作经得住演绎的考验，为了一时的情绪冲动，失去的不只是风度，更可能让那首经典歌曲的生命力彻底暗淡。头号创作者激励方案，是不是觉得这个激励方案挺不错的？绝对能激发大家的创作热情，促进平台的持续发展。